我是立哲。现在又有一出网络夯剧哦，而且是正中年轻人的口味，剧名也非常特别，叫做《现实同居侯八天》。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剧名的时候，脑中有好多问号，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请到4位主角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现实同居侯八天，欢迎，耶！姐姐好，你根本不配当我的男朋友啊 ！You are fired！ Party， 再给我一次机会了！不要，你放手！这巴掌就当做我讨回这8天以来的委屈，我们吹了。第一眼看到这个剧名的时候，就是想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这是你的名字哎。我在戏里面叫做侯八天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8天的魔咒，就是它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超过8天，比如说谈恋爱啊、工作啊，第8天就会出现问题。所以片名叫做《现实同居侯八天》，是因为我买了一栋房子，我把它租下来，然后在我身边就是我的命中注定的，就是唯一的可以破解我魔咒的女生。你认识了我大人，滚开啊！我不知道，我跑了，我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侯八天是他剧中的名字嘛，然后现实同居就是我们在每8天都会来新的房客。其实这部剧里面每个人的名字都很特别。你看，你叫孟波女，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你字面上写下来就是孟婆，波女写轻一点就是孟婆。那他在里面设定的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是，我这个角色的前世是孟婆。孟婆是对，孟婆她其实也很简单，她就象征一个我前世的职业，就是做孟婆这个工作做了几千年，然后最后终于可以来到人间。但是呢，我到现在这一世，就只要一煮汤，就会让喝的人失忆。你的汤来喽，喜慢药。生日快乐！所以他卸下了职业，他只有投胎一世而已，所以他没有轮回8世，他是一个唯一一个不会跟我相克。那为什么会知道我们不相克？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算命师。你干嘛？你现在到底在干嘛？对，然后我在剧中是有想要寻找一个跟我命盘很合的一位女生，所以我一直在寻觅，然后遇到他们，然后我又碰巧发现了8天她奇妙的命盘。我已经帮你算出了，你的第1宫位是只小蚊子吧？啊？但是我比较对你的第5宫位有兴趣。你第5宫位 sex 的部分是。这个韦恩，虽然在这一季我们还没看到，可是你再过几个礼拜也即将要登场了。对，那你再来谈谈你的角色，因为你的名字也很特别。对，我的名字叫在戏里面叫灰姑郎。他是一个有礼貌又很温柔的男孩，他平常喜欢编织跟做家事。我是想到灰姑娘。对，哦，真的是哦。其实是因为就是当初这个剧本在设定的时候，就是把灰姑娘跟狼人 remix 在一起。哦，对，所以是因为狼人杀女生。有可能哦，我觉得有可能哦，就是刚好灰姑郎在戏里面又遇到狼人杀女神，然后就被杀就变成灰姑郎，灰姑娘变灰，然后就被毒药毒死了。这个角色主要是他的外在，其实真的是，当初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有设定好，比较像灰姑娘。但是为什么他叫灰姑郎呢？因为它里面住着一个狼人。那为什么会？应该说这个狼人在什么时机点会爆发出来，然后会引发这一栋房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些故事，可是现在可能还不能剧透。还不能剧透。对。那灰姑郎这个角色，他的内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心理架构？其实是背后是有故事的。那你们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有像吗？比如说像你是外星人的这个一个很神秘、平常比较阴沉的角色，像我觉得，闷骚没有，我觉得很爱钻研自己热爱的事情，这点蛮像的。我跟你说，人这一辈子呢，都会受到前世轮回的影响。如果你注定是个有钱人，你不用生成乞丐，你也会是个有钱人。那以晨呢？因为你在这部片里面是奴性很高的女生，但其实也蛮强势的。可是你看，你要打扫、洗衣服什么什么的。对。
是打扫女佣哦，不要对我什么非分之想。就差没有带小孩了。其实对，其实在里面你在家会这样吗？我在家，嗯，我在为我的家人会这样子。哦但是我自己，因为我一个人住，我自己做的话，偶尔会比较懒散一点。哦对，，但是我觉得我在剧里面会这么的任劳任怨，其实是带着那个不甘愿的心情。对，因为故事背景的关系，就是本来我们一起住的这间房子是我的，是我买的，可是因为里面一些原因，就是没有抛弃继承什么的，就继承了长辈的一些那个债务，对债务，所以房子被查封，结果被他买走，所以变成于是我的房子，我还要寄人篱下。但因为我没有钱，也没有其他依靠，所以我只能就是当女佣，所以他叫我做什么就得做什么。对，但其实他在里面后面会呈现的另一个个性是，就是比较强势一点点，或是说为了一些事情据理力争，就是他也会有捍卫自己啊，然后讲话比较凶的地方。我觉得这跟我自己某部分比较像一点点。嗯，所以其实如果在这个感情关系里面，你是强势的那个吗？感情关系里，我觉得会看状况就是有时候可能，比如说要讲道理的时候，我觉得很认真。因为你是天蝎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是如果要小女人或者是撒娇，也会有比较柔软的一面。嗯，因为其实天蝎座也蛮强势，很多就是非常有想法的女生。就是比较会情绪勒索的女生。哦，你是有交往过天蝎座没有心血这样，对，血泪。为什么大家对天蝎座的误解这么深？没有啦。敢爱敢恨。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有点不一样，是我比较有时候会优柔寡断一点，我比较没有那么果决。对，有些事情我会想要去做，但又不敢，或是对还是会反反复复。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一部分的比较软弱的地方。上升处。没有，上升金牛。啊？金牛，我超爱金牛的。真是好现在在告白的，对，超爱金牛。老板了不起，总有一天我要把我的房子买回来，别以为难用。你知道我一直觉得你的这个故事背景很有趣，就是一通电话打电话说，哎，那个生日快乐，送你1000万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那时候整个人，这是全世界多么想要的生日礼物啊！对啊，随随便便就得到了1000万。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自己像吗？觉得还差不多哎，就是私底下，侯八天他其实有2个角色，就是一个是比较霸气、比较成熟，另外一个是比较幼稚、比较傻大个的那种感觉，什么事都没关系的那种感觉。这样才对嘛，这才是讨人喜欢的爱小男宠啊！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一部分的我是这样，因为我小聪明太多了。太聪明了，我反应太快，有时候我就会自己觉得我自己说，对自己说，有时候好像就是会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帮人家去假设哦，你是不是就是这样？然后其实有时候傻一点比较好，然后在表演上面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哦，好像很好表演，就是什么都真慢半拍。哦，没有，你私底下超聪明的，博士班的学生你看到他是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天啊，怪不得刚刚还可以讲那个孟婆的由来。对啊，饱读诗书。但其实真的跟他熟了，他也有那种很调皮的一面。可是在现场比较失控的是宋伟恩，是我吗？因为伟恩一向就是最调皮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当我很放松的时候，就会很无止境的开很多玩笑。那时候我本来觉得他其实第一眼是那种很有礼貌，然后好像也话不多，然后感觉又有点偶像包袱，对，因为就帅嘛。然后可是后来认识的时候就发现，哇，他超放得开的。他当然很放得开，不然怎么演第二句？对，我又要提这件事。闭嘴姐。可是他就会炒热气氛啊，或是开心果的角色。哎，那这样子跟你的戏中角色像吗？只能说我扮演灰姑郎这个角色是，我从来没有在影像作品里面出现过的一个样子。那你们刚刚讲到说已经不能剧透那么多，可是我想要知道这部片的尺度会到哪里？因为我们已经有看到一些床东的画面什么的。所谓的尺度是指羞耻的那个耻。有被人家骑的话，对，这支标不能乱开。除了床东，还有各种
各种咚，他咚我，我咚他。所以有没有到露到养眼的程度呢？有吗？我们可以看到像那种那一天里面那些，丽哲姐，你那一天做了几次？那么了解？开玩笑，就是看 BL 剧疗愈。喂，但是有蛮多会脸红心跳的话，有啦有啦。对，会让观众害羞。该不会三男抢一女吧？要讲吗？还是不要剧透？就是女神有很多人抢就对了。我有咚他啦，咚你，有东咚我。天啊，正达东博祥哦。你会不会觉得戴着帽子太暗示？我帮你戴下来。我懂，我来。你为什么要摸我的胸部啊？懂了。所以我们不只看到就是那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浪漫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像那一天一样的浪漫吗？会有让人家有点遐想跟误会。是，会是有画面的。天哪，这出剧可以满足好多种观众哦！那我很好奇，就是因为他们这部片讲说是同居，有一些荒谬的这个过程，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同居经验是很荒谬的？也没有，就是要跟另外一半，就是你同居的那一方的生活习惯要慢慢的磨合。就像之前我去新加坡拍戏的时候，我们有说过，就是我跟一个男的当室友，但是他就不喜欢洗澡。其实同居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小小的就是磨合习惯。女生宿舍应该有很多八卦吧，对不对？会吗？女生就说是比大小啊什么的。比大小，女生，男生比大小，女生比大小。可是女生会，男生有男生的比大小，女生有女生的比大小。女生也会坦诚相见啊。对对啊，毕竟是自己的空间就比较放松。对。你有？比大小。啊，对不起。你指的是年纪还是？我你指的是头发的长度啊，还是睫毛的长度？像你刚刚就有提到，每一次啊，小编都会在下面直播，然后跟观众互动什么的。你们在这当中会不会觉得这是过去没有的拍戏经验啊？因为好像很少剧常常这样子做。我只能说，我们的剧组虽然人不多，但是我们的向心力很一致。对。然后他们做的比一般的剧组做的来的更多。对，就是经费少。有些事情你没讲太多 detail 了。总经理，拜托一下。有些事情就不要一直 Q 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为什么所有的角色都是小花演的？很可爱，很活泼。喂，小天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晚上10点 KTV 集合。今天不行啦，我在忙。妞妞，今天晚上10点我生日 KTV 集合啊。今天不行啦，人家那个懒。哎，小姐，那拉多久？拉好几千人啊，快带人喝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